你敢想象吗？如果有一天深夜，你和你的女朋友在东京的街头吃一碗拉面，意犹未尽，可第二天想回去再找那家店，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店里面的报纸上的日期写的是昭和50年，这不是电影，也不是老旧故事的翻版。这件事是一个日本艺人亲口讲出来的，而故事发生的地方还偏偏是在东京最热闹、最文艺、最不缺年轻人的地方之一——下北泽。那大家好，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如果您对这类题材的故事感兴趣的话，希望您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这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声明，本故事目前停留在都市传说层面，未被官方确认为真实事件。事情要从2008年说起，那一年搞笑组合流星的成员中江还没有后来那么出名，他来到东京还没有多久，经常在下北泽一带活动。有一天深夜，他和当时的女朋友约会玩耍，到了晚上两个人都饿了，就想在周围随便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再回家。按理说呢，下北泽这种地方就算过了12点，街上也不会很冷清。可那一天却不一样，街上的人少得有点反常，空气很潮湿，雾气也很浓，连平时那些亮得扎眼的招牌都在朦胧的雾气中变成了光斑。两个人边走边找店铺，等走到站前附近的时候，忽然间就看见了一家亮着灯的小拉面店。店不大，门口挂着布帘，灯箱上面写着拉面2个字，看起来呢就是那种很普通甚至有点老气的店。他们也没有多想，掀开帘子就进去了。结果这一进门，中江就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店里面只有一排吧台，空间小得厉害，老板站在里面，脸色被光线照得显得很低沉，还很苍白。角落里面还趴着一个醉倒的女人，姿势歪得很奇怪。那在吧台的后面还有台电视，不是液晶电视，也不是放着正常的节目，而是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满屏都是雪花的噪点。那如果说是一个旧店的话，其实也不算太奇怪。真正让中江停住的是菜单，上面写着拉面200日元。2008年的东京下北泽附近一碗拉面200日元，这价位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最普通的摊位一碗也得400到500以上，更别说是店铺了。中江当时还特意的看了一眼女朋友，像是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看花了眼。女朋友当时也是愣了一下，小声问他：“你看错了吗？”中江就摇头：“没看错呀，就是200，这不写着呢吗？”说实话，故事讲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这种店面小，租金少。那么按照这样理解的话，价格便宜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就是接下来出现的东西就不是便宜2个字能解释的了。两个人坐下等面的时候，中江无意中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报纸，他一开始只是随便一瞥，可当他看清那行日期的瞬间，他整个人都愣住了。上面写的是昭和50年，不是平成，也不是2008年，而是昭和50年。那这个时候女朋友也开始变得不安了，她压低声音问了一句：“我们是不是进错了地方？”平江没有回答，这不是他不想回答，而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你说是复古风吧，店里面的海报和老物件虽然都很有年代感了，但是他们都还很新，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还有老板死气沉沉的脸，角落里面那个女人奇怪的姿态，电视里不停闪动的雪花画面，还有这个根本不像在现代东京会出现的拉面价格，一切东西好像都在指向同一件事，这家店不像是现在的店。可这个问题形成之后呢，让平江觉得纠结的地方就更多了。如果不是现在的店，那他们到底走进了什么地方？正当他想到这儿的时候呢，面端上来了。其实两个人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想走了，可坐都坐下了，面也都上来了，出于礼貌还是硬着头皮开始吃。两个人意外地发现面的味道还可以。后来平江回忆说，这碗面表面上看着没有什么特别，口感虽然很不错，但是就是普普通的酱油拉面。可屋里那种不对劲的气氛让他们这顿饭也没有吃太好。两个人呢就匆匆地吃完了面，结账起身掀开帘子。那到了外面的雾气更大了，整条街道就像被吞了一半，头顶的霓虹灯光只能看见不同颜色的闪烁，所有的招牌巷口也都隔着一层厚厚的白，而且还不像是那种普通的业务，因为两个人出来没走多久就失去了方向感，他们就本能地加快了脚步往熟悉的方向走，直到走出那片浓雾的区域，重新看见熟悉的街景，他们才终于缓过来一点。那其实整个故事到了这里就已经很奇怪了，一间200元的拉面店，一张写着昭和50年代的报纸，一场把整条街吞进去的白雾。但是后面发生的事儿更奇怪。第二天白天他们又去了那条街，想重新找一下那家拉面店，
一个是那家拉面店的口味很特殊，那第二个也是想在白天过去证实一下这是一间正常的店铺，打消一下前一天晚上两个人心里的顾虑。可他们两个人在街上从头走到尾，根本就没有找到那家店，掉过头又走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只看到有一个区域很像之前看到这个店铺的位置，就是一间关闭状态的店铺，卷帘门旧的发灰，门口积着厚厚的尘土。但是两个人呢也不敢肯定是不是，因为昨天那个店铺在记忆里很模糊，而且店铺上只写着拉面2个字。但是他发现这个废店周围的景物都很像昨天路过的地方。那如果说昨天晚上那家店铺是真的的话，他怎么可能到第二天就消失了呢？那这件事到了这里之后，作者也没有提供更多的解释去说明。网友给出了一个更合理的说法，就是那家店铺本身就小，再加上街面上的店铺密密麻麻，密集程度很高，看漏掉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后来为什么夏北泽这个地方和时间跳跃的传说关联的越来越多呢？在讲第二个故事之前，我们来介绍一下夏北泽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原来早就带着一种很奇怪的底色，夏北泽不是普通的街区，它是东京少数那种白天和夜里像2个完全不同世界的地方。年轻人、艺人、剧场音乐、小店老板全都挤在那些不规则的小巷里面，新建筑和旧街道叠在一起。今天是咖啡店，明天有可能就拆了建成了别的店铺。如果你站在这种地方，就会有种奇怪的感觉。白天站在那里会让你觉得站在了现代化的商业街区，但是到了晚上就会让人有一种穿越了时间的年代感。熙熙攘攘的街上总觉得过去没有真正的离开。而在夏北泽的本地居民和常客之间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做某亚 no hi， 也就是雾之日。据说每隔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深夜，夏北泽会突然的被一层厚雾罩住，那时候街上的人会变少，声音也会被压下去，整片区域呢就像和东京别的地方断开了一样。论坛里面就有人半开玩笑的说，夏北泽的雾不是普通的天气现象。还有人说的更狠，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东京里面时间会错位的地方。这种说法虽然听起来很玄，但是放在平江经历的故事里就让人觉得很真实。那很多人就开始忍不住去问，如果那家消失的拉面店不是个例的话，那夏北泽是不是还发生过类似别的事件？而答案是的确有，而且第二个故事比第一个更离奇，因为这一次是一条本该就不该从过去发出来的联系方式。那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一家烤肉店，2018年5月，故事的主角是个女孩，叫做中崎莉莉卡。那个时候的她住在东夏北泽，有一天深夜1点多钟的时候，她觉得很饿，想去夏北泽常去的一家烤肉店吃点东西。因为出门的计划很仓促，就没有带手机，只带了一些零钱和信用卡。她刚一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当时的雾气很重，湿气也很重，更诡异的是街上的人很少。她后来回忆说，那种安静不像是夜深了的那种安静，而像是整条街道被按下了静音一样。按照计划，她一路走到了自己常去的那家烤肉店。那按理说她对那个地方已经熟的不能再熟了，可那一天进店之后，店员却把她带到了一个和平时不一样的位置。那这里不是说简单的座位不一样，她回忆说自己记得以前一般都是直接上2楼，但那一次她被带去的是1楼。往常她以为1楼只是接待的前台，并没有餐桌，可能她觉得自己记错了。等坐下来之后，店里的感觉也有变化，空气里烟味很重，墙上的装饰也很旧，不是现在流行的那种复古风，而是真的有一种老时代残留下来的油腻感。坐在他旁边的是一桌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得很开心。其中一个男人忽然转过头来对他笑着说了一句话，你是做陪酒小姐的吧？他没有回应，只是觉得这个人很没有礼貌。可奇怪的是，旁边的食客后面聊的话题全都是像另一个时代的人，他们提到了六本木新开的店，提到了浅草那边更热闹，提到了某些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再提起的老旧东京的生活坐标。说话的语气、神态，甚至看人的方式，都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过时感。莉莉卡一开始只是觉得这些大叔看起来很怪，直到其中有一个人拿起了纸，写了一行字递给他，上面写着6月25日水。那解释一下，水这个字在日本的日期上代表的是星期三，也就是6月25号星期三。那个人笑着说，下个月我生日，在这儿办生日宴会，希望你也来。如果换作平常，这种搭讪他未必会放在心上，可那天他感到整个空间都不对劲儿，反而记住了这张纸条。他下意识地回了一句，那就加个 line 吧。结果呢，全桌人是一脸茫然，没有一个人掏手机，也没有一个人明白他在说什么，场面一下变得很奇怪。最后他只好拿起对方放在桌子上面的手账本，随手把自己的 line ID 写了进去。
那这个动作在当时看起来非常的普通，就像是一个人顺手把号码写在了纸上。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举动后来却变成了整个夏北泽时间跳跃里最吓人的一块拼图。吃完东西之后，莉莉卡离开了那家烤肉店。她叙述说，本来还想顺道去附近的一家按摩店，结果绕了半天，却发现地方根本就对不上，街景像是很熟悉，又像是在哪里全都错位了。因为大雾的原因，她也没有多想，于是她选择了尽快的回家。那到了家以后，她首先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查一下纸条上下个月被邀请参加生日宴会的日期。结果一查，她发现2018年6月25号根本就不是星期三。这时候她突然想到往回倒查时间，她查到了最近的一个6月25号星期三，竟然是昭和55年，也就是1980年的6月25号，正好是星期三。再加上那一桌人提到的某些店名和年代线索，也都和昭和末期的东京时间点对的差不太多，所有的细节慢慢的在莉莉卡的脑海里拧向了同一个结果。她那天晚上也许不是走进了一家怪店，而是短暂的穿越回了昭和55年的夏北泽。但是这件事在她发布到逆枪论坛之后，并没有让很多人信服，而是形成了激烈的讨论。主要分为两种说法，一派说这两个人同一个区域，同样都是大雾，同样都指向了昭和，这未免太巧合了。那另一派说呢，这个故事完整的太像编好的，反而让人很怀疑。还有人抓着地点说，为什么总是夏北泽？这也是整件事件到现在最让人上头的地方。夏北泽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可谁也没有想到，事情还没有结束。整个故事变得耐人寻味的不是拉面店，也不是烤肉店，而是2年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莉莉卡突然收到了一条 LINE， 对方自称是某位大叔的孙子。他说自己在整理祖父遗物的时候，翻出了一本很旧的手账本，里面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陌生的 LINE ID。祖父生前还提过，这是在很多年之前在夏北泽的一家烤肉店里一个女孩子写给他的。孙子呢是一头雾水，因为这里面所有的逻辑都说不通顺，那个年代哪来的即时通信软件？但是呢，还是以试试看的心态加了那个 ID， 结果真的就加上了莉莉卡。更诡异的是，按照家里人的说法，那位祖父在2014年之后就已经长期住院，按理说也不可能在2018年出现在夏北泽的那家烤肉店里面。也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莉莉卡当时写进手账里的那串 LINE ID 就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联系方式，而是一个从未来落进过去的证据。这也是夏北泽时间跳跃故事里面最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方。民间很多本地人说，夏北泽这个地方大雾能把空间的边界擦掉，旧街区呢本来就是东京最典型的新旧层叠地带，再加上地下改造，就像是把原本沉在地下的旧时代的轮廓重新翻了出来。只要雾一起来，在某个深夜，某一条熟的不能再熟的街，过去和现在的时间就会短暂的重叠。当然这些解释肯定不会被证实，只是一些民间的茶余饭后啊。如果有一天你去夏北泽旅行的话，记得注意在大雾的夜晚谨慎的去吃拉面和烤肉。那这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非常希望您能帮我点赞订阅这个小频道，我们下期再见。